在巴基斯坦大货车断轴大家都能够理解，毕竟长期超载轴头不是今天断就是明天断，但是客车出现断轴的情况就有点出乎意料了。严重怀疑老巴师傅手搓的宇通客车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超载了，可以看到车轴上面套了非常奇怪的东西，这是老巴师傅发明的临时半轴套，断轴的时候将它安装上去就可以救急。原来的车轴前端位置已经断裂了，师傅找到了一个差不多的轴套，打算将它对接上去，但是断裂的位置比较尴尬，需要将残余的轴套切削下来。老巴师傅采用了直接用电焊烧断的方式，将多余的部分给它处理掉。以往都是将车桥拆下来维修，客车车桥拆卸比较麻烦，所以师傅才使用了取巧的方案。两位师傅轮番敲打，终于将这部分拆下来了。接着使用角磨机将电焊烧过的地方处理平整，角磨机的包浆非常浓厚，至少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，然后再用抛光钻将内部的铁锈处理干净，打磨到合适的大小，后面对接的时候才能恰到好处。这是从其他地方拆下来的半轴套，这里需要将法兰盘这一段切削下来，为了尽可能完整的保留轴套，师傅从法兰盘的两侧进行车削，先将两侧的焊点处理干净，然后就可以使用小锤敲打将法兰盘移开。使用钢尺测量出需要的长度，接着就可以进行车削了。车削的位置和之前法兰盘的位置非常接近，这也是提前移走法兰盘的原因。车削好的轴套如何才能对接上去呢？这里需要对轴套内部进行处理。经常看巴铁维修的老铁动不动就用螺纹对接，其实螺纹对接会影响轴套的强度。画面一转换上了另外一根半轴套，将它车削到合适的大小，然后截取10公分的长度，就可以将这一节套管当做轴心安装到轴套上面。非常佩服老巴师傅的车削精度，每次安装上去都刚好合适，如果不合适就重新做一根，反正多的是报废轴套。预留的长度有点过多了，使用车床将这部分车削掉，从车刀上面的拉丝就可以看出轴套确实是好钢材，没有用车削液降温，刀片上面都开始冒火星了，轴心有点偏了，用小锤将它纠正一下，然后在前端车削出坡口，后面安装的时候要轻松一点，趁热将刚刚制作好的半轴套安装上去，手动安装不进去，需要使用小锤配合敲打。针对这种特殊的安装环节，老巴师傅准备了专业的安装工具，这些工具虽然看起来比较简陋，但确实能够非常轻松地解决实际问题。之前故意给断面打磨了45度坡口，这样的造型能够提高后面的焊接质量。空间比较小，两位师傅分别焊接左右两侧，固定点位之后将半轴放进去，看一下深度是否合适，如果不合适还需要重新安装。确定之后就可以进行满焊操作了，老铁们根本不用担心焊接位置的质量，经常看老巴修车的就知道，焊接处一般是不会断裂的。接下来就到了安装环节，传统保留节目给轴承上黄油，这次用的黄油居然是桶装的。接着将轴承安装上去，轴承的油封也是全新的斗山配件，安装上去使用小锤敲打结实，然后再用卡簧将其固定，轴头里面的黄油也不吝啬，一股脑的往里面加，这就是维修完成的效果。老铁们觉得这趟维修怎么样？